老公把我拽到曾经霸凌我的人面前，让我下跪道歉，不然就要把我送进监狱。为了腹中的孩子，我听从他的话。后来我离婚成全这对璧人，他却再一次向我求婚。可惜我手上已经有了戒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张依然，我被一阵暴怒声以及粗鲁的敲门声吵醒。张依然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这是陆修的声音，我同床共枕7年的人。张依然，他又不耐烦地叫了几声。我穿上衣服，连忙去给他开门，担心门会被他拍烂。你有什么事？话不等我说完，陆修直接拽着我的肩膀就要把我拖下楼。他的劲儿很大，肩膀上的疼痛刷得让我眼泪落下。你干什么，陆修？随后他直接把我塞进车里。我下意识护着我的肚子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被诊断出怀孕1个多月，医生让我注意点。而这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陆修说，我就发现了他在外面有其他女人，而那个女人还是曾经在学校霸凌过我的人。再后来我就搬了出来，更准确地说，我是被陆修赶出来的。他说我恶心。紧接着我被他关车门的声音拉回。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他开得很快，我害怕极了。我恳求他慢一些，他却冷哼一声。你放心，我还不想跟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死在一起。臭名昭著？没和他在一起时，我是演员，混娱乐圈，凭借外貌也获得了不少资源和粉丝，所以就有很多狗仔造谣我赔什么的。但陆修应该是清楚的，我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不堪。而且结婚后我直接退圈，当全职太太。我真没想到，有一天我爱的人会说我恶心，会嫌弃我臭名昭著。明明结婚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以后要爱我一辈子，护我一辈子的。他那时眼里只有我，含情脉脉，深情至极。可为什么现在他看我的眼睛只有厌恶？就在这时，车猛地停下，陆修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，我的脚一下崴到了。霎时间，我疼得眼泪流出来，忍不住倒吸一口气。但更疼的莫过于我的心。以前他从来不舍得我受伤，哪怕指头被针扎了一下，他都会心疼得不得了。可他就像没有看见一般，依旧拖拽着我，直到到了医院门口，我一下慌了神，开始挣扎。所以他知道我怀孕了，要我去打胎吗？陆修，我都已经同意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？不等我说完，他直接打断我的话，恶狠狠地说，放心，会离婚的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必须要去给欣欣道歉。欣欣？杨欣？那个曾经霸凌我的人，现在又插足我感情的第三者。明明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要我道歉？我摇头拒绝，甚至抗拒，用牙齿狠狠地咬陆修的胳膊。他吃痛力气小了几分，我趁此转身就跑，却还是被他拽了回来。我眼泪婆娑，跟他说我才是受害者，我才是被霸凌欺负的人。他不仅不信，还对我愈发粗鲁。我是被陆修逼着过来的。我看着躺在病床上，脸上带着几道伤疤的女人，我下意识地害怕发抖。当年我高中上到一半就上不下去了，不是因为成绩，而是因为杨欣。她和我一个寝室，可开学第1天就把我的被子扔在地上用脚踩。我告诉宿管阿姨，她只是让我别矫情，被子脏了拍拍灰就是了。
之后我更是被迫喝放有粉笔灰的水，在厕所任由他羞辱。我反抗不得，因为还有帮凶，甚至我差一点就毁容了。张依然，道歉。陆修冷厉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我摇摇头，拽着他的胳膊，说是杨欣欺负我。张依然，你可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，撒谎连眼睛都不眨。我没有撒谎。我的眼泪盈在眼眶，我忍住不想让它流下。谁都可以看见，唯独我不想让霸凌我的人看见我现在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杨欣哭着说：“陆哥，没事，本来这事都已经过去了。”陆修见此，声音更冷了：“我再说一遍道歉，不然我就把你送进监狱。”闻此，我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后来我音色颤抖，带着哭腔问他为什么。他甩到我脸上几张照片，照片的边缘刺划过我的脸。他说是因为我才让杨欣的脸毁容，才让她有了心理疾病，又骂我是个坏女人，恶毒的女人。我低头看向那几张照片，明明主人公是我，可是被换成了杨欣。我的手微抖，随后拿起那些照片说不是这样的。我解释，可他丝毫不听，反而继续拿进监狱威胁我。我喉咙发紧，手紧紧攥着那些照片，红着眼抬头看着冷漠至极的男人。我还记得，当初我被骗到包房，被那些男人围困堵住时，他也是这样的神情，只是那时是看向那些妄想侵占我的人。当时他也说了监狱，只是要送那些男人进去。可现在换成了我。道歉。他再一次冷言出声。我的手下意识放在肚子上。陆家势力这么大，送人进去的确简单得很。而且这个孩子他是不会喜欢的。以前我也曾跟他说过要一个孩子，他每次说到这件事，就一副烦躁的样子。我以为是他不喜欢孩子，可现在我明白了，或许他只是不喜欢我。我拽着照片的手，因力度很大，整个泛着白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妥协开口：“是不是只要我道歉，我就可以走了？”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，点了点头，像是施舍。好。我转头看向杨欣，苍白着一张脸轻语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眼底的笑意。他肯定很得意吧，从高中就仗着自己的叔叔是校长，一直横行霸道欺负我，现在又看见我被自己的老公逼着给他道歉。没吃饭，听不懂人话。陆修用脚踢了踢我的膝盖，跪着大声道歉。我的指甲都要陷进肉里了。他又催促了一声。想到我肚子的孩子，我忍着屈辱再一次道了歉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的眼泪没有憋住。明明最开始让我学会依赖的是他，可现在亲手打碎的又是他。道完歉，我顾不得狼狈，手脚并用爬到门外面。一阵恶心翻涌上来，身后传来杨欣对陆修的撒娇的语气，又假心假意关心我。陆修却严声说我活该，说他以前瞎了眼。我的心疼得一抽一抽的，脑子混沌不清，我大口呼吸着，却无法缓解这种感觉，甚至开始出现幻觉。我好像看见了刚恋爱时的陆修，因为我的一句他穿的正式，太过严肃。他之后的每一次约会都穿运动休闲。他将我搂在怀里，轻轻亲吻我的额头，好像我是一件稀世珍宝。阿然，累了就歇歇，也可以试着依赖我。语气、神情、动作，温柔的要将人溺死。我的确沦陷其中了，只是没想到，他又残忍地打破了这一切。我难以抑制地哭出声。我知道我和他结束了，
也要离婚了，可我还是很难过。我踉踉跄跄、恍恍惚惚地向前走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依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转身回头，口中呢喃了一句许阳，便失去了意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病床上，耳边是许阳和医生的对话：“不要让孕妇情绪那么激动，你作为丈夫，多陪陪妻子。”许阳没有解释，只是点头说他会注意的。我的脸忍不住一红，想要说什么事。医生已经走了。你醒了，依然，有没有哪里不适？说着，他靠近我，为我轻轻盖好被子。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对我这么好，只是眼神也以前一样，从来都是那么波澜不惊。许阳是我的经纪人，我接下的所有角色都是许阳认真筛选出来的。虽然都是些小角色，可人物性格跃然纸上，收获了不少粉丝。但是最后我选择了结婚，他是我的伯乐，可我丢下了他，所以老天现在是在惩罚我不知感恩吗？依然，他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许阳，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，他知道我要道歉。吃橘子吗？酸的。我点了点头。他不喜欢我对他道歉，我忘记了曾经他给我努力争取到的角色，我演砸了。我红着眼圈，音色哽咽地跟他说了句对不起。我看见他的手紧紧攥在一起，骨节处泛着白。我想他一定是在克制着骂我的情绪，最终他只是说了一句不要道歉。确实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，道歉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我吃着许阳喂给我的橘子，期间他没有问我感情或者其他的事，只是中途接了一个电话出去，回来后跟我说让我好好在这里休息2天，等他回来。他总是很暖，却又有些疏离，令人捉摸不透。我躺在床上，一阵尿意袭来，我皱眉下床去厕所，但没想到在厕所我遇到了杨欣。他把我堵到门口，挑眉，双手环抱，哪里还有之前半分病弱的模样。张依然，你要是不想进局子，离婚之后就给我滚出周氏。他眼神变得凌厉无比，配上脸上那2道伤疤，更显狰狞。我会走，但你这样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心都脏臭无比的人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他一向在乎外貌，当年也是因为我比他长得好看，碾压了他校花的风头，他对我的欺负才更狠。他听到我的话，忽然向我靠近，带有几分癫狂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才有脸上的疤痕。我被他们狠狠欺负的时候，有一个男孩挺身而出，后来被杨欣推下楼，男孩的求生本能抓花了他的脸。我想去救人，却被他们死死摁住。也曾去医院找那个男孩，但是他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紧接着他就踢了我一脚，我吃痛后退几步。我告诉你，张依然，你的下场只会比刘峰更惨。刘峰就是救我的那个男孩，而我终究会取代你的位置，成为陆夫人。他望了我一眼，随后在我面前倒下，然后开始装模作样的哭喊，让陆修救他。这么拙劣的演技，偏那个男人来了也相信了，还恶狠狠地说我不知好歹。我唇角勾起一抹苦笑，让他看我身上的脚印。陆修愣了愣，可这时杨欣却开口：“陆哥，我是迫不得已的。刚刚张依然要让我吃屎，我情急之下挣脱掉，然后防卫了一下。我说没有，他不相信，只是俯身将杨欣抱了回去。随后不等我回病房，他又大跨步拽着我的胳膊，将我禁锢在墙一侧。
张依然，你生病了。我连忙摇头，手却下意识护在腹部上。他皱着眉扫我一眼，然后冷笑：那就好，你知道，装可怜只会让我更加恶心你。我垂眸道：等离完婚，我会离开的，不会。张依然，离开？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着一条人命？忘记刘峰了，是吗？我闻此倏地抬头，瞳孔微缩。怎么会忘记那样阳光的男孩？我怎么会忘记？紧接着他又放开我的手，让我收拾一下去照顾杨欣的起住。我却只是不停地问他，刘峰现在在哪儿？他直接把我甩开，我的额头一下碰到了墙上，顿时脑袋有些发懵，耳边只剩下他的话：这辈子你的罪也赎不完。所以刘峰死了，因为我死了是吗？我鼻尖一酸，眼睛一红。可杀人的是杨欣，他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能过得这么心安理得？我踉踉跄跄地朝杨欣的病房走去。陆修嘲讽我，说我早该这样了。是啊，我早该杀了这个女人，我早该杀了她。我直接扑到杨欣身上，手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，她的脸瞬间变得青红。陆修见状，一边说我是个疯子，一边将我们两个人分开，直到陆修很大劲儿地把我甩在地上。我忽然感觉下体一热，紧接着就是腹部传来的疼痛，我脸色一下就白了。我呢喃着：孩子，孩子。此时陆修却是温柔地在安慰杨欣。我想站起来，但肚子痛得无法行走，直到血渗透过我的裤子，流于地面。陆修此时却皱眉看向我：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杨欣抱着他，小声道：然然不会是坐到番茄上了吧？哪里来的番茄？他分明就是在揶揄我。可陆修不仅没有察觉，反而附和道：不管是什么，欣欣你好好休息。随后他直接拖拽着我出门，血蹭了一地。我额头冷汗淋淋，唇毫无血色，脸色也白得可怕。陆修却依旧以为我是在装可怜。我呢喃了一句孩子，他却皱眉冷斥，想拿孩子绑架我。别做梦了，我告诉你，张依然，离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你净身出户，别妄想我会可怜你。我意识逐渐变得浑浊，他说话的声音我渐渐听不到了。眼前他的模样和我记忆深处的重叠在一起。他轻弄我的发丝，唇角勾起抹笑，可真是娇气，轻轻一用力就有淤青。手受伤了，疼不疼？我知道，我的小妻子最怕疼了。我好疼，真的好疼，像是一根根刺扎在我的身上，还有心里。不见血，却更加刺痛。张依然，别装了。我没装，是真的很疼。就在这时，我被人一把抱起。依然，依然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仍旧是在病床上，周边依旧是许阳，只是不同的是，多了一个人，陆修。我的手慢慢摸上我的肚子，嗫嚅出声：孩子。许阳在一旁安慰道：你还年轻，孩子还会有的。我的泪从眼角滑落，我的泪从眼角滑落。陆修走过来，神情复杂，似乎有心疼也有歉意，却还夹杂着厌恶。我会给你一套房子。我抬头看向他，过了许久，开口：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他听此冷笑一声：也是，有旧情人在这儿陪着，你当然不需要我。说不定孩子都不是我的。滚！我克制着我的情绪，额角青筋也为此凸起。许阳站起来，直接给了陆修一拳，随后他把人拽出去。我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，而门外传来打骂声。直到许阳进屋，
他脸上挂了彩，但我想陆修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给我擦拭着脸上的泪，我再一次向他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总是连累他。当年他说要当金牌经纪人，而且要我相信他一定会培养我为影后。他很优秀，但那时的我爱陆修爱得痴狂。他要和我结婚，要我不再联系许阳，我照做了。我约许阳吃了最后一顿散伙饭，他什么也没说。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可没想到最后救我的是他。我痴爱如命的陆修，却是给我当头一棒，断绝我所有的希望。可笑又荒唐。依然，你不欠我什么，不要道歉。你也不欠任何人。我鼻尖又没忍住发酸。不是的，许阳，我欠了一个男孩，他因为我死了。我呜咽出声。我一直有在找，我没有忘记他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许阳拍了拍我的后背，让我靠在他怀里。等你好了，我帮你一起找他。他一字一句地安慰着我。或许真的是太累了，我睡着了。等我醒来后，他已经买好饭了，说我现在不适合吃一些太油腻的。我点点头，道了谢。他什么也没回答，但我好像看出他眼里流露的落寞之感。吃完饭，他又出去接了一个电话，他好像很忙。于是在他进来后，我跟他说工作要紧。许阳愣了片刻，随后想说什么事，又打来电话。他这才跟我说让我好好休息，晚上他会过来的。不等我拒绝，他走了。护士过来给我换了一瓶液，或许是药物使然，我有些昏昏欲睡。再次醒来，我是被尿憋醒的。护士说有需要麻烦他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，就没有麻烦。于是我一边拿着液瓶，一边艰难行走。可刚走到楼梯口，我就又遇到了杨欣。他唇角扬起得意的笑，真是刺眼又恶心。陆哥说野种没了也不要紧，你这种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是个男的应该都可以看出来。说着他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扫了我一眼。你也就长得好看了点，我真不知道当年刘峰为什么会替你出头。如果没有，他现在也不会落得个残废。我听此，眼睛一亮。你什么意思？刘峰还活着？他嗤笑了一声，眼里尽是轻蔑。活着是活着，不过是个植物人，半死不活。我右手紧紧攥起，想要抬手打他，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继续说着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刘峰吗？因为他被陆修接走了。他是陆修同母异父的兄弟，他恨你，让他兄弟成了植物人，也恨你随意霸凌别人。他瞪着眼睛，手用力抓着我，言语刺激着我。你一定想说是我干的，对不对？可惜学校里的人不会替你作证，有的只是当年霸凌你的几张照片。不对，现在已经被 P 成了我。所以我说是你推的，那就是你推的；我说你霸凌我，那就是霸凌我。你还指望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起来替你作证？你放心，等陆修带我去看刘峰的时候，我会让他永远也醒不来。永远？他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我似乎听见了自己因愤恨而变得急促的呼吸声。与此同时，破碎脉搏的跳动也一下又一下地牵扯着我自己。终于我控制不住，不再顾及手上的吊针，挣脱掉他的控制，狠狠地去捶打杨欣，直至我听见一声惨叫。我把杨欣从楼梯上推了下去，就像当初他那么对待刘峰。我唇角牵起一抹笑，心里涌现出快感。他最好死掉，
要么也半死不活。你干什么？张依然。陆修站在我身边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后挑眉，眼底的厌恶尽浮于面。他一把推开我，然后跑下楼去把杨欣抱起来。杨欣紧紧环住陆修的腰。我好害怕，陆哥，害怕和刘峰一样。我紧紧拽着护栏，恨不得要扣出个话来。你撒谎，你撒谎！我大声怒斥。明明是你害得刘峰！你闭嘴，张依然！陆修抱着杨欣大跨步去找医生，只是路过我身旁时，他威胁道：“这件事没完。”回到病房里，我一言不发。紧接着陆修过来兴师问罪。我本来还对你有了点可怜，可现在我觉得你就是活该。张依然，你别妄想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。我眼神空洞了许多，只呢喃着刘峰的名字。他听到后又是大喊，说我不配去叫刘峰的名字。我已经快麻木了。他见我不说话，便气急败坏地抓住我的肩膀，似乎要捏碎我的骨头。我吃痛皱眉，终于有了些反应。张依然，你现在装什么？装这副惨兮兮的样子给谁看？他的心情真是阴晴不定。我答非所问，抬头看着他的眼睛问：“你爱过我吗？”陆修的手顿了一下，随后脸上的愤怒被厌恶所取代。你这种水性杨花的恶毒女人，配提爱吗？我还是被他的话伤到了，随后垂眸：“我爱过你，陆修。”你亲手摧毁了这份爱。他喉咙上下滑动，沉默过后冷笑嘲讽：“你是想打感情牌吗？我告诉你，张依然，我只要想到以前和你睡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恶心想吐，就觉得脏臭无比。明明天气很热，房间也很暖和，我却感觉全身发冷，甚至于瑟瑟发抖。紧接着，我听见拳头砸人的声响，许阳来了，他们再一次扭打在一起。可我只想钻进被子里，把自己包起来。我真的好冷啊！直到我感受到有人碰我的脊背，是护士。护士要给我重新扎针，我不肯，怎么也不肯出来。许阳见此，语气放轻了很多：“你还很虚弱。”让医生帮你再看看。依然听话。许阳的声音让我的情绪缓了几分。随后我带着哭腔露出个脑袋：“不要，你能带我回家吗？我想回家，许阳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待在这里。”他摸了摸我的发缕，道了声好，但是要我先吃个饭，他安排一下。就这样，我听他的话，把饭吃完了。他也把我送回了家。我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区里，因为没有足够的钱，我只能租在这里。回到家后，我才安心地睡过去。等醒来后，我开始找许阳，仿佛只有待在他身边，我才能感到心安。我赤脚跑出去，看见他正抱着电脑工作。怎么不穿鞋？他皱眉起身，把我抱过去。我摇摇头，说打扰他工作了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安抚着我单薄的背。之后问我饿了没，他去做饭。我再次摇摇头，目光却盯着他的电脑。随后开口：“你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艺人？”我不知道我怎么有脸问出这句话，但心里就是有些不爽。他轻笑了一声：“没有，我现在是投资方。”我愣了下，投资方，那很厉害，想重新回来。他问我，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毕竟当初是我先放弃的，又舍弃了他，现在自己落魄了，再选择他，这真的太不仁义了。许阳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随后说，最近有公司要我去当经纪人，但你知道，
我不会随便带艺人的，毕竟不是谁都是张依然。他的这句话，我一下正愣住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因为我是他带的第一个艺人。他说我很灵动，很适合演戏。在想什么？我喃喃自语，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发现其他新人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带过的艺人只有张依然。我忽地抬头看向他，唇角轻擦他下颌，心似乎有些不一样。紧接着，我的肚子发出不合时宜的响声，我连忙低头，耳朵忍不住红了。我真的不饿，只是他自己在叫。我知道，所以现在我去给他做饭。话落，他把我放在沙发上，起身去厨房。我还在回味着他的话，但没想到他的电话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他的母亲。我跟许阳说了是他的母亲，他却让我帮他接，问他母亲怎么了。结果我刚一发声，对面就不说话了。紧接着传来阿姨豪迈的笑声：“老许，你家儿子要铁树开花了。那个姑娘许阳在旁边吗？”我看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回了一句：“阿姨，她在厨房。”我把电话给她：“哎呀，不用了，跟你说也一样。你让她给你做晚饭，回家一趟就行，俩人一起来也行。就这样，拜拜。”电话挂断了。这阿姨也太随性了。晚饭间，我跟许阳说这件事，他说他妈妈就是那样的人，让我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反倒是觉得挺可爱的。之后他收拾了碗筷，然后说要回去。我点头答应。可就在我把人送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身看向我，说了一句：“其实我妈说的也对，两人回去也挺好的，但你的身体还是改日吧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我又一次呆愣住，我怎么感觉他有点落荒而逃？我唇角勾起一抹笑。还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了门铃声。我以为是许阳忘记拿东西了，结果刚一开门，就是满脸阴沉的陆修。我下意识要关门，他却已经闯了进来，还嘲讽道：“果真是1分钟都离不开男人，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同居？你乱说什么？”他冷哼一声，随后把文件夹甩在桌子上，冷漠出声：“签字。”我早就想要签字了，早就想要跟他划分开了。我一点儿也没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大名。好了，陆先生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克制住自己，这才没有说出来“滚”这个字。陆修拿起文件扫了一眼，随后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淡漠开口：“我不会让你有机会进娱乐圈。”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封杀我。我攥紧拳头，红着眼睛：“你这种女人，尤其是罪孽深重的女人，就该穷困一辈子，永不得翻身。”我被他的话气昏了头，顾不得他什么身份，什么又是打又是踢的。你什么都没有搞明白，就冤枉我。陆修，你就是个屎，蠢笨至极的鸟屎。我咬牙切齿地骂他：“你不配做刘峰的哥哥。”他听此顿时拉下脸，拽住我的胳膊：“我不配，你个杀人犯就配喊他名字。”说着他直接拖拉拽的把我弄出去。“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”他把拽到楼下的时候，突然我听见许阳的声音，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救我！救我许阳！”他一把推开陆修，随后把我搂在怀里。我焦躁不安地抓着他的衣服，呼吸急促，像是受到了很大惊吓的鸟一样。他慢慢安抚着我，陆修却出声揶揄：“奸夫淫妇！”本来他还要继续出声羞辱，却被一通电话叫走了。许阳把我抱回家，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回来了，
他说不放心我，所以中路折返了回来。那你爸妈哪里？追老婆，他们巴不得我睡在这里。我惊得唇微张。他怎么变得这么直白了？很惊讶。我点点头。看来我妈说的没错。我以前跟我妈说，我喜欢一个姑娘，可是她后来嫁人了，明明是我先遇上的。我妈跟我说，因为太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。她说，如果我要提前跟你表白，或者再主动一些，也许就不会错过。说着，她的手放在我的下颌处，轻轻抬起。我和她四目相对。阿然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嫉妒陆修，嫉妒的我快要疯掉了。还好，你们离婚了。大可不必这么直白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他的语气这么诚恳，眼神也这么真诚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说：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多年，还一直在那里等着我。他听到这话，眼神里多了一丝慌张。紧接着，我抬头吻了吻他的下颌。谈恋爱可以，结婚等我事业有些起步再说。不等我反应，他便低头加重了之前的吻。兜兜转转，还是你。第二天，他说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情，等我身体好了，给我开始看剧本。我点点头。之后，我准备去买菜，却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陆修吓了一跳。不过一晚，他就苍老了很多，眼睛布满红血丝，疲惫得很。我转身就要跑，他却将我抱在怀里，下颌抵在我的脖颈处。阿峰醒了，他昨天醒来了。他跟我说了当时的真相，是杨欣把他推下楼的。对不起，阿然，我听信了杨欣的鬼话，伤害了你，原谅我好吗？听到刘峰，我的心里动容了许多，但是原谅他是不可能的。我选错过一次，便不能再选错第二次。陆修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昨天你还骂我不知羞耻，现在怎么变了一副嘴脸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然。杨欣昨天就已经被我送进了警局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。我厌恶地大喊一声：你放手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离婚可以复婚的。阿然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说得真好听。随后，我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掰开他放在我腰上的手，又一字一句道：别忘了，孩子是你亲手弄没的。不对，你根本就不喜欢孩子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阿然，我喜欢孩子，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当一个父亲的准备。你知道我原生家庭不好。我冷笑一声。要打亲情牌了吗？他微愣。随后，我被赶来的许阳拉回怀里。他低头问：怎么出来了？身体好了吗？我踮起脚亲了亲他的唇角，回答：想给你一个惊喜的。阿然。陆修赤红着眼睛看向我。许阳略皱眉道：这是我的女朋友，以后请你远离。不，阿然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的。之后两人又打了一架，好在许阳占了上风。之后我被警方叫去录口供。我知道事情的全部。当初杨欣遇见了几个渣男，把他害得一辈子无法生育。后来他一直待在医院，而陆修那天正好去医院帮我拿药。杨欣认出了他，并且他早就从他的叔叔那里得知刘峰的身份以及现状，所以他才会无所畏惧地编造谎话。而陆修非但没有怀疑，反而是无条件信任，多讽刺啊！而刘峰坐在轮椅上也在录口供。所有事情结束后，我红着眼跟他说谢谢，又说对不起。他笑了笑说，以后他的腿可以恢复，
只是刚醒来，还没适应。他还跟我说，他知道了他哥哥和我的事情。他让我不要有所顾忌，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，比如爱。后来我开始把重心放在事业上，陆修经常会来探班，还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礼物。甚至在我第一部剧杀青后，他给我准备了盛大的求婚仪式。阿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他把戒指拿出来，我只是笑了笑，然后把自己手上的戒指给他看了看，淡漠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陆总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。”说完，我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许阳，他大跨步朝我走来，直到他把我拥入怀中。这次是我先求婚的，醋味儿真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